印度向以色列方面购买刺杀伊朗核专家的武器，用于对付中国无人机，这是被打怕了？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近日，就在巴基斯坦空军与中国空军进行演习的时候，印度方面却传来消息称，印度军方的数座哨所被巴基斯坦军方炸毁。经过调查，这次炸毁印度哨所的正是巴基斯坦此前向中国购买的无人机系统。虽然印度方面一直在建设反无人机系统，但是印度军方依然无法招架巴基斯坦的无人机部队。为此，印度方面再次准备求助于其他国家。据媒体报道，印度国防部向以色列的 Smart Shooter 公司提交了一份关于购买 SMASH 火控系统的合同。前不久，在伊朗首席核科学家被刺杀的事件中，很多专家就猜测 SMASH 火控系统在这次刺杀行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了解，以色列方面向印度出售的 SMASH 火控系统能够安装在印度士兵的单兵武器上。该系统能够根据目标运动的情况和单兵武器的弹道数据来计算出适合的瞄准点，并且 SMASH 火控系统还有一种反无人机的作战模式。印度方面之所以会选择这款系统，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它能够对付无人机。由此可见，印度军方被我军无人机打怕了。但是令人值得怀疑的是， SMASH 火控系统的反无人机作战模式真的能对付我国的无人机系统吗？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SMASH 火控系统在对付无人机时只有大约为120米的有效射程。也就是说，如果无人机系统的飞行高度超过120米的话，那么该系统就很难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说 SMASH 火控系统只能用于对付民用的多旋翼无人机以及一些小型的固定翼无人机，完全无法对付军用的中大型固定翼无人机。不仅如此，即使这款武器能够对付飞行高度超过120米的无人机，以印度的实力也无法对付巴基斯坦军方的无人机。因为想要使用 SMASH 火控系统攻击无人机，首先就要发现它，毕竟不可能朝着一个地方胡乱开火。目前民用无人机的目标普遍较小，飞行中所产生的噪音也很小，对雷达波的反射面积也非常小，所以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够通过科技手段来发现无人机。按照印度的军事实力以及科技水平来看，他们肯定也很难发现这些无人机。既然发现都发现不了，那就更不用谈去击落这些无人机系统了。美国方面准备在C9要求成功的最后一刻给予其致命打击，我国又该如何自救？敬请关注本期国际热点。近日 CR929 设计总师在一次峰会上表示，我国研发的150座的干线客机 C9要求正在试飞取证阶段，累计订单已经达到了800多架。由此可见，我国的 C919 大型客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不日将会取得成功。然而，就在国人为此感到欣喜的时候，一则消息却让国人感到有些担忧。据媒体报道，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在考虑将 C919 大型客机的制造商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加入到实体名单。据了解，一旦有公司被加入到该名单上，这些公司与美国公司就军民两用方案、技术或使用美国专有技术制造的产品进行交易的时候，会被受到限制。随后，美国的航空航天分析机构方面声称，中国商用分析公司很难自主研发航空发动机。如果美国再次禁止航空发动机出口的话，那么 C919 大型客机将会进入到一个非常艰难的局面，并且他们还认为，美国很可能会在 C919 大型客机成功之前的最后一刻推出禁止航空发动机出口的禁令。由此可见，美国方面是想在 C919 大型客机成功的最后一刻给予我们一个致命打击。不得不说，美国方面的居心非常叵测，无端就开始打压我国企业。虽然说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目前正在与美国的霍尼韦尔、通用电气等公司的采购交易仍然在正常进行，但是按照美国的一贯作风来看，说不定哪天他们就开始展开了他们的制裁行动。那么对于我国来说，我们又要如何自救呢？据分析，首先如果事发紧急的话，我们可以使用运20大型运输机上面的动力系统，使用涡扇18和涡扇20同步推进的话，完全可以满足 C919 大型客机所需要的推力。
其次就是战略性的放慢我国在航空市场上的脚步。毕竟我国的高铁系统也非常发达，按照我国高铁的运力以及效率，暂时可以满足我国国人的日常需求，为我国自主研发的 CG1000A 航空发动机提供更加充足的时间。等到 CG1000A 航空发动机研制出来后，再装配到 C919 大型客机上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求助于俄罗斯，毕竟中国与俄罗斯在航空领域上的合作非常密切，并且 CR929 宽体客机项目目前也在按部就班的进行。所以说，对于航空发动机的问题，我们可以暂时求助于俄罗斯，毕竟我们能够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由此可见，我国还是有一些自救方法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自力更生才是硬道理。眼下，为了防止被美国制裁，我们应该努力发展 CG1000A 航空发动机，让它早日装配在我国的 C919 大型客机上。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彻底摆脱对美国航空发动机的依赖，彻底不被卡脖子。印度这是要维护世界和平，与美国玩了一次角色互换，向美国推销教练机。美国会购买他们的教练机吗？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与印度之间的防务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前不久，美印双方的海军航空母舰还进行了一次联合军演。随后就有印度准备抛弃俄罗斯，倒向美国，购买美国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的消息传出。然而，就在这件事情还未敲定的时候，印度方面却开始和美国玩了一次角色互换。据媒体报道，美国海军目前正在进行教练机换代计划。印度方面知道这一消息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则向美国方面提供了基于光辉战斗机的改进型号方案。据了解，美国海军这次计划更换 T-45苍鹰高级教练机，他们希望购买一批双座教练机，并且能够适配美国的航空母舰陆地训练中心。那么，印度的光辉战斗机能胜任美国海军教练机这一职位吗？据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董事长透露，光辉战斗机能够适用于很多种平台，我们只需要对这款战斗机进行部分改变，就能够完成不同的任务。此外，他还列举称，如果将法国达索公司制造的阵风战斗机的某些特征加入光辉战斗机的设计之中的话，那么光辉战斗机还能够给阵风战斗机培训飞行员。目前有消息称，美国海军已经知晓了印度的意图，并回复印度方面称，他们正在积极的考虑当中。为此，印度媒体认为这一事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毕竟这是印度方面第一次向美国方面出售武器装备。那么，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他们会选择购买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生产的光辉战斗机作为他们下一代的教练机吗？毫无疑问，美国海军几乎不可能会选择印度的光辉战斗机作为他们的教练机，毕竟印度自己的海军都看不上这款战斗机。此前，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曾向印度海军推销了他们的光辉战斗机，但是印度海军方面却找理由拒绝了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推销。不仅如此，美国之前有过拒绝印度推销战机的先例。早在2年前，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就开始了研制超音速全能角色教练机的计划。他们希望用这款教练机取代美国的 T-38利爪教练机，但是美国方面拒绝了印度，最后选择了 T-7红鹰教练机。最为重要的是，参与这次竞标的还有法国达索、美国波音等航空巨头。毕竟以这些航空公司的实力，都能碾压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所以说，美国方面这次很大概率会再次拒绝印度方面的推销。不过，印度此举确实是令人意想不到，这种程度的战斗机都敢向美国海军推销。不得不说，印度方面对自己的军工业水平确实非常自信。但是如果说美军真的使用了光辉战斗机作为教练机的话，那么印度也算是在变相的维护世界和平了。中国、俄罗斯、美国、巴基斯坦等国家欲在亚洲举行军演，这次为何没有印度？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近一段时间，印度与美国之间的防务关系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双方频繁互动。前不久，美国海军还与印度海军举行了一次军演，双方的航空母舰同时出境。不仅如此，印度方面还频频向美国献媚。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美印关系刚有所加强的时候，印度似乎就要被美国抛弃了。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对外宣称，明年2月，俄罗斯舰队将会与中国、美国、英国、印尼、巴基斯坦等国家在巴基斯坦海域进行联合军演。据了解，这次联合军演的代号为 AMAN 2021。届时，俄罗斯舰队将会派遣巡洋舰、护卫舰等军舰，以及海军陆战队、直升机部队和排雷部队参加。有消息称，俄罗斯海军部队与北约国家进行的联合军演还是在2011年，当时俄罗斯海军参加了在西班牙南部海域举行的联合军演。然而近年来，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所以说这次军演很有可能会缓和双方的关系。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通过参加军演的国家名单，我们看到亚洲地区另一个区域性的大国印度却不在该名单之内。印度为什么会被抛弃呢？据获悉，这是因为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军演中，对于印度来说，不仅有俄罗斯这样的传统盟友，还有近一段时间以来拉近关系的美国和日本，并且还有与印度对峙已久的中国，以及一直与他们冲突已久的巴基斯坦。所以说，如果印度参加这次军演的话，那么他们在其中的处境将会变得非常尴尬。不仅如此，印度自身也有一些原因。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印度方面拒绝了俄罗斯举行高加索2020联合军演的邀请。当时印度退出的理由是，因为在高加索2020联合军演的参演国中有中国和巴基斯坦，印度不想与这些国家共同军演。然而在即将举行的 AMAN 2021联合军演中，不仅有了中国和巴基斯坦，还有了与印度有矛盾的土耳其。所以说，这次印度没有出现在这次军演国的名单中呢，并不意外。由此可见，印度方面还是不受待见。如果美国和俄罗斯方面真的想要印度参加这次军演的话，就不会选择中国与巴基斯坦参加了。不得不说，印度近一段时间对美国等国家白献媚了，到头来说孤立就被孤立。那么这些国家举行联合军演的话，对今后的印度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据分析，这次的联合军演中的一些军事大国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摩擦，这次军演很有可能让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如果说这些国家之间的防务关系有所缓和的话，那么印度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的弃子，这样一来，他们将会陷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地步。